欢迎来到小鹿故事会，听故事，长智慧，品人生。每天分享精彩民间故事。今天的第一个故事：男子去表妹家讨账，途中救下母蛇。母蛇说：“小心那幅画。”明朝年间，秦正豪在保定府街上漫无目的走着的时候，忽然看到一处人声鼎沸，熙熙攘攘围满了人。秦正豪忍不住好奇，踮着脚凑上去看，一见是有人在斗蟋蟀，当时便来了兴趣，赶忙钻进人群，看起了热闹。正看得起劲儿的时候，秦正豪身子忽然猛地一颤，似有女子柔软的纤纤玉手划过他的后背，勾得他心中发痒。秦正豪心中一喜，连忙回头去看，却见身后站着的都是大老爷们儿。秦正豪不由得生了一股气，推搡着身后的男人骂道：“你这登徒子，没事儿做干嘛摸我后背？”身后大汉听到秦正豪这话，不禁嗤笑一声说道：“我说小兄弟，你虽然长得白白净净，但总归也是个男人，我可对男人不感兴趣。”话音落下，周围便哄堂大笑起来。秦正豪气得一阵青一阵白，闷着头匆匆离开。与此同时，有一个身穿薄纱的蒙面女子从不远处走过，看到秦正豪的刹那，微微勾了勾唇，随即便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。事实上，这样的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，连续7、8天，无论秦正豪走去哪里，都会被女子摸上2把。可再一回头，却怎么也找不见女子的身影。秦正豪认为定是有人爱慕他，却不敢当面同他说，所以才偷偷摸摸对他动手动脚的。秦正豪乐呵呵回到家，夜里正准备就寝的时候，屋外忽然起了一阵大风，吹得门窗一会儿开了，一会儿关了，叮叮咣咣一阵乱响。秦正豪被风声吵得睡不着觉，只好起身想要将门窗关上。然而就在他起身的时候，一个东西忽然从桌案上滚落下来。秦正豪一愣，低头一看，掉下来的不是别的，而是一卷画轴。画轴掉落在地，缓缓打了开来。秦正豪看到一个身穿薄纱的女子若隐若现。女子同这画卷一般大小，手中抚琴，真有一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韵味。秦正豪虽然看不清这女子的面容，但露在外面的那双眼睛却是十分摄人心魄。秦正豪看痴了，盯着那幅画好一会儿。窗外风声大作，可秦正豪似是忘了自己下来的目的，那幅画仿佛有一种魔力一般，让他移不开眼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画上的女子忽然朝着秦正豪眨了眨眼。秦正豪吓了一跳，这才如梦初醒。他揉了揉眼，再次朝着画上的女子看去，女子却是一动不动，哪里还眨眼。此时窗外风声停了，而秦正豪也早已将刚刚的事情抛在了脑后，倒是身子忽然有了一种挥之不去的疲惫感，头一歪便沉沉睡了过去。夜里秦正豪做了个美梦，梦中那女子从画里走了出来，女子缓缓朝秦正豪靠近着，伸手缓缓将脸上的面纱摘下，露出了一张貌若天仙的面孔，一直走到秦正豪跟前，才盈盈笑着说道：“秦公子当真是俊朗帅气，奴家知道一个特别有趣的地方，秦公子跟奴家来，保证秦公子玩得开心。”秦正豪看到这样一个大美人而热情邀请，自是舍不得拒绝，他也顾不上想别的，当时便起身跟在了女子身后。女子向前缓缓走着，没一会儿，前方就升起了阵阵白雾。穿过白雾又走了片刻，秦正豪便听到前方传来阵阵女子欢笑之声。再往前走去，秦正豪就看到一个足足有100米的浴池中，有无数女子在嬉戏打闹。女子看到秦正豪的时候愣了愣神，却也不排斥，一个个纷纷围上来对秦正豪嘘寒问暖。秦正豪还是头一次遇见这样的场景，不禁有些飘飘然。这一晚上，秦正豪倒是过得美滋滋了，左拥右抱，
抱着女子亲了又亲。临行前，秦正豪更是忍不住回望问道：“不知频频在我身后对我动手动脚的，可是你？”秦正豪用他那自认为十分深情的目光看着画中的女子，女子没有说话，却是娇羞地转过了头去，跺了跺小脚，便逃开了。秦正豪意犹未尽地摸了摸下巴，嘿嘿笑着，笑着，他的意识越来越清醒。没一会儿，秦正豪便猛地睁开了双眼，他还是在自己的屋子里，哪有什么浴池，哪有什么仙女？想起昨晚的梦境，秦正豪不由得心生一股失落。原来自己畅快一整晚，到头来不过是个梦，只是自己身上还残留着那女子身上的香气，浑身呢更是如同散架般难受。不过渐渐的，秦正豪发现一个问题：从前跟自己玩得好的狐朋狗友，最近不知发生了什么，见到他就像看到什么妖魔鬼怪一样，一个个跑得远。秦正豪有些纳闷，便拦住一人问道：“你们几个最近怎么回事？怎么看到我就跑？”那人不是别人，正是和秦正豪关系十分要好的苏二愣。苏二愣有些害怕地看了一眼秦正豪，赶忙拿出一半儿大蒜塞进了嘴里，又看了秦正豪好一会儿，见他没有任何反应，这才松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你是不知道，前2天哥几个喝完酒回家路上碰见你了，你猜怎么着？你一个人伸着手往前走，就跟梦游似的，怎么叫你都不醒。哥几个担心你，跟了你一路，最后就见你走到一处坟地面前，还对着空气那啥。”秦正豪听愣了，怎么可能？他这几日晚上可是天刚一擦黑就睡了，怎么可能还会出门呢？不过当他想起自己每晚做的美梦，秦正豪不知为何后背有些发凉。难道想到这里，秦正豪赶忙将自己做梦一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苏二愣。苏二愣见秦正豪脸色煞白，连忙好心好意地提醒道：“不是兄弟没有提醒过你呀，今天晚上头睡觉吃2瓣儿大蒜，要是那几个美女害怕了，那8成就是你碰到脏东西了。到时候你来找兄弟，兄弟认识一高人，让那高人帮你解决解决。”秦正豪心中有意，他一边享受着每晚的梦境，可想到苏二愣说的话，秦正豪有点后怕，思来想去，还是往嘴里塞了几头大蒜，吃得秦正豪脸都白了。当天晚上，女子再次从画里钻了出来，像往常一样扭着细腰，带着秦正豪往前走去。秦正豪吃了大蒜，这一会儿没敢说话，一直走到浴池跟前。那些女子围上来的时候，秦正豪忽然张开嘴朝着四周哈气，一股浓浓的大蒜味儿瞬间便喷了出来。周围女子脸色大变，急急向后退去，一个个美丽的面孔也在此刻溃烂不堪，瞬间变化成一个个枯骨。其中有一个枯骨垂头道：“秦公子，我们不是有意捉弄你的，实在是有苦难言。”秦正豪吓了一大跳，慌忙就要跑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秦正豪脚下一踉跄，跌倒在地，身下传来的疼痛让秦正豪猛地睁开双眼，就见此时四周漆黑一片。他缓缓坐起身子，在惨白月光照射下，秦正豪惊愕地发现自己现在果然身处一片坟地之中。想起自己每晚在这里和一群枯骨逍遥快活，秦正豪不由得脊背发凉。此时秦正豪也不敢耽搁，连忙寻到苏二愣，将自己今夜的历程告诉了他。苏二愣拍着胸脯说道：“兄弟呀，你这事儿说起来也不难，只是那位高人很少出手的。上一次城里的贵公子找那高人办事，生生搬了1箱银子才请动他。咱俩这关系，肯定是不需要这么多钱，一丝一丝就够了。”苏二愣说着，便在秦正豪面前伸出1巴掌，也就是50两银子。秦正豪不是什么富人，但也并不贫苦，他的的确确有一笔小钱，刚好不多不少50两银子。秦正豪怀疑苏二愣在故意蒙他，
可如今他却是无计可施，只好答应了下来。这50两银子就像是一块敲门砖，敲开了那位高人的大门。高人听闻秦正豪身上发生的事情，却是摇头说道：“此时原因在你，老夫不好插手。正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，老夫话已至此，相信秦公子定能自行解决此事。”钱收了，事儿却没办成。秦正豪心里憋屈得慌，便想要找到苏二愣质问一番，可他却是不知所踪，仿佛人间蒸发一般消失了。秦正豪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苏二愣这是故意在蒙他，骗走了他的银子不说，自己身上的事儿还越来越麻烦了。思来想去，自己身上发生怪异之事，好似都要从那幅画说起。那幅画秦正豪记得清清楚楚，正是他的远房表妹莲儿送给他的。虽然时间已经过去近2个月，但秦正豪仍旧记得当时莲儿送画的时候娇羞的模样。秦正豪自认为自己从未招惹过莲儿，但他为何要送这幅画害自己呢？想到这里，秦正豪回家将画取了出来，怒气冲冲地便朝着远方表妹家走去。路上的时候，天越走越暗，没一会儿便刮起了一阵大风。秦正豪在大风中艰难前行，好不容易风过去了，却有一冰冰凉凉且滑腻的东西撞上了他的脖颈。秦正豪吓得大叫一声，慌忙伸手去抓，还没看清楚是什么东西的时候，他便猛地将手腕一甩，手里的东西瞬间便飞了出去。紧接着，秦正豪就听到了一阵痛呼之声。他探头探脑望了过去，只见面前的地上正趴着一条绿油油的大蛇。这大蛇不知怎么了，扭动着身子，好似十分痛苦。秦正豪见状，下意识地问道：“喂，你怎么了？”那蛇痛苦地哀嚎道：“救救我，救救我！”梦里见阿飘的事儿，秦正豪都经历过了。这时候见蛇开口说人话，他也没什么好惊讶的了，于是连忙道：“我怎么救你？帮我顺顺肚子就行。”蛇说道。秦正豪闻声低头一看，只见这条蛇脖颈处圆鼓鼓的卡在那里，看这样子大概是噎住了。秦正豪怕蛇，可见这条蛇这样，也有些于心不忍，便闭着眼帮蛇顺了顺肚子。好一会儿之后，就听蛇大舒了口气，呵呵笑道：“谢谢你恩公，为了报答你，我决定告诉你一个秘密。”秦正豪眼前一亮：“什么秘密？”“你那幅画有问题。”蛇说，“而且据我看来，这幅画的问题困扰你有一段时间了，这事儿再不解决，恐怕你活不过这个月了。”秦正豪脊背发凉，他只知道这幅画的确有些问题，却不知这竟会威胁到自己的生命。秦正豪原本还想再问些什么，可那蛇早已离开了这里。当秦正豪来到表妹家的时候，已经是月色当头，他心中存着怒气，门都没敲就径直走了进去。走到莲儿房前的时候，恰好撞见莲儿和一男子正搂搂抱抱说着情话。秦正豪顾不得其他，来到莲儿面前便质问道：“好你个莲儿，还说与我乃是表兄妹关系，可你为何却拿着一幅鬼画害我性命？”莲儿闻声扭过头，见来人是秦正豪，当时就变了脸色：“秦正豪，你还有脸问我？要不是你那时候对我做了那样的事情，你会有现在的下场吗？好在我遇见了二愣哥，我才能安安心心的出嫁，否则的话，我莲儿这辈子是栽在你手上了。”莲儿说着便掩面哭了起来。身边的男人见状，赶忙轻声安慰着，随即竟回头指着秦正豪骂道：“好你个秦正豪，走了之后你竟还敢来，和你当兄弟这么多年，我才发现你竟然是这样的人，我真是看错你了。”见到这男人，秦正豪一怔，随即便要挥拳而上：“苏二愣，你卑鄙无耻，我50两银子呢，快还给我！你知不知道，那可是我母亲临终前留给我的？我把你当朋友，
你却在背后搞小动作，骗走了我的钱。”苏二愣眼神有些闪躲，却还是坚定说道：“秦正豪，你莫要血口喷人。莲儿，我们走，不要再和秦正豪这样的人有交集了。”苏二愣说罢，便要转身离开，可下一瞬，他的脚腕就像被人抓住了一样，怎么也动不了。而秦正豪手中的画轴亦是咕噜一下滚落在地，一阵阵金光亮起，画卷中忽然走出来一个身穿薄纱的女子，正是先前秦正豪梦中所见之人。秦正豪有些害怕，却见那女子竟是缓缓朝着苏二愣走去。苏二愣见到女子之后，眼睛瞪得溜圆，想跑却怎么也动弹不了，只得恶狠狠地说道：“你这小鬼，信不信我用大蒜熏死你？”女子却是丝毫不畏惧，反而上前一步说道：“小女子之前正是胆小，怕了你，这才差点害死秦公子。可现在小女子有金光护身，已经不怕你了，自然要将真相说出来。”女子说着，便偏头看向莲儿：“莲儿妹妹，你身边此人才是十恶不赦的坏人。那件事，秦公子从头到尾都不知道，完完全全是苏二愣做的一场局。莲儿和秦正豪虽说是表兄妹关系，但在血缘关系上却是八竿子都打不着。莲儿的母亲和秦正豪的母亲乃是至交好友，自从秦正豪母亲去世之后，一直都是莲儿的母亲照看秦正豪。然而一晚过后，秦正豪不知发生了什么，莲儿忽然哭闹，这让母亲带她离开秦家。随后过了几日又折返，送了一幅画给秦正豪。此时此刻，秦正豪才知道其中真相。原来在秦正豪心里一直是朋友的苏二愣，见莲儿貌美，更是爱慕已久。一天趁着秦正豪酒醉归家，苏二愣也跟在身后，偷偷摸摸溜了进去，寻到莲儿的房间就钻了进去，将坏事做尽。事后更是将事情栽赃给了秦正豪。莲儿掩面哭泣，苏二愣便借题发挥说道：“现在哭也没有用，你难过，秦正豪就得逞了，不如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，给秦正豪一个教训。”苏二愣说着，便将那幅画递给了莲儿。莲儿见画上画着一名女子，很是不解，问道：“这幅画怎么给他教训？”苏二愣神神秘秘地笑道：“莲儿，你就不要管了，这个仇我一定会替你报了。”画上的女子其实不是画，而是被一个高人封印在其中的冤魂。冤魂识得人心，知道苏二愣才是罪魁祸首，一开始并不忍心对秦正豪下手。然而苏二愣却是威逼利诱，让女子被迫答应了下来。而后苏二愣又做局，将秦正豪的50两骗了出来，却没有想到纸包不住火，还是被发现了。苏二愣被揭穿，被秦正豪和莲儿合力送去了衙门，而二人又因此误会，渐渐对彼此产生了情愫，没过多久便走在了一起。后来那幅画被挂在了屋中，尽管那画中的女子时不时还会露出笑容，但秦正豪却是不再畏惧了。故事的刚开始，秦正豪表现的行为并不像个好人，行为举止不像话，更是贪财好色。但有句话说得好，人不可貌相，凡事不能看表面。谁能想到这般贪财好色的秦正豪还会忍住害怕去救一条蛇呢？也正是他的这一善举，救了他自己，同时也救了表妹莲儿。苏二愣表面看起来对兄弟尽心尽力，更是对爱情也十分忠贞，但在他善意的背后，却藏着害人的锋芒。画龙画虎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我们认识人很容易，但看透一个人却是很难。所以说，在日常生活中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在做事的时候，更要有自己的想法，莫要像文中莲儿那般轻信他人，差点害人又害己。今天的第二个故事，女子回家，见丈夫对着空气说话，她悄悄摔碎了镜子。
南阳府上的刘夫人一向爱美，头发保养得乌黑锃亮，人虽然30有余，皮肤却仍旧白里透红。要说刘夫人这般容貌如何保养，必然是银子堆出来的。府上其他妾室纷纷看不惯刘夫人的所作所为，说是刘老爷在外辛苦赚钱，刘夫人不懂得养家就算了，还这般花钱如流水，更是你一言我一语谈论起刘夫人的身世，明明出身方里，却频频装清高之类的话语。为此刘夫人愠怒，抬起巴掌教训了一顿说闲话的妾室。有妾室跑到刘老爷面前哭诉，刘老爷却是不以为然，说这刘夫人乃是刘老爷的发妻，从刘老爷没钱没势的时候就跟着他，如今刘老爷有了本事，自是不会亏待了刘夫人。见过了刘夫人的厉害，妾室在人前自是不敢再多说，私下里念叨几句，也不敢在刘老爷面前说一句刘夫人的坏话。众多妾室里面倒是有一个明白人，同时也是个聪明人，其他人说刘夫人坏话的时候，他就说刘夫人好话，更是常常在刘老爷面前夸赞刘夫人。久而久之，刘夫人便注意起这位妾室。这女子不是别人，正是刘老爷新找来的小妾，名唤翠柳，和刘夫人一样，出身不好。遇见刘老爷的时候，还在坊里弹着琵琶，身段妖娆，歌声魅惑。一开始听闻翠柳的时候，刘夫人心中不由得产生一股醋意。可见到翠柳真面目的时候，刘夫人便放下了心。翠柳虽是坊里的歌女，可模样却是一言难尽。平日里翠柳都戴着面纱示人，一次刘夫人无意间看到翠柳摘下，发现翠柳长着一张方块脸，皮肤黑黝黝的，十分难看。刘夫人心中一喜，当时对翠柳便产生了好感。刘夫人总觉得自己好似从哪里见过翠柳一般，虽然生得一张陌生面孔，但那样的熟悉之感却不可阻挡。不过这样的感觉转瞬即逝，在刘夫人看来，自己貌若天仙，围在刘老爷身边的莺莺燕燕，有些也毫不逊色。倒是这位翠柳不同，根本对刘夫人构不成威胁。这天吃饭的时候，刘夫人特地将翠柳叫到了主桌上来，更是好心好意的让翠柳坐在了自己旁边。这样的行为让翠柳感到受宠若惊，其他妾室气得牙根痒痒，却也不敢多说什么。其实刘夫人是故意让翠柳坐在自己身边的，目的就是让翠柳和自己形成鲜明的对比。刘夫人一边吃饭，一边盈盈笑着，这般美貌当真是让人眼前一亮。只是刘夫人却总感觉背后有一双眼睛在看着她，看得她背后凉飕飕的。刘夫人不禁打了个寒战，慌忙扭头去看，却发现身后什么也没有，只好又扭过头来。一顿饭前半截刘夫人吃的还挺开心，后半截刘夫人怎么也安不了神，只好提前离开了饭桌。见刘夫人走了，翠柳也起身朝着刘老爷说道：“刘老爷，夫人怕是有些不舒服，翠柳去看看她。”刘老爷蹙眉，也有些担忧地望着刘夫人离开的方向，便摆了摆手，示意翠柳赶紧跟上去。刘夫人走得很快，翠柳紧紧跟在她身后。刘夫人不知身后跟着的是翠柳，只听到身后有急急的脚步声，她也不敢回头，就那样闷着头一直往前走着，一直走到房门口。翠柳这才拍了拍刘夫人的肩膀，吓得刘夫人浑身一颤，这才慌忙扭过头去，一看身后站着的不是别人，而是翠柳。刘夫人便松了口气。此时的刘夫人也没了往日的风范，一脸惊慌地四处张望了片刻，才说道：“既然是你，为何一开始不说话，偷偷摸摸地跟在我身后做什么？”翠柳一看刘夫人动了怒，连忙解释道：“夫人误会了，方才老爷担心夫人不适，这才叫翠柳迎出来看看。”翠柳见夫人面色不好，可是发生了什么事情？
刘夫人摆摆手，无妨，许是累了，休息一会儿就好了。翠柳见刘夫人有意隐瞒什么，也没拆穿，反而笑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不如让翠柳伺候夫人您，缓解一下疲劳。”翠柳见刘夫人没有说话，许是默认了，便让刘夫人坐在椅子上，自己则是来到刘夫人身后，为其捏起了肩膀。翠柳的手很软，捏起来也十分的舒服。刘夫人很快便有些昏昏欲睡了。然而，就当她快要睡着的时候，先前那种被人盯着看的感觉又回来了。刘夫人浑身一颤，猛地睁开双眼，将翠柳挣脱开之后，便朝着四周望去，却是什么都没有。可冥冥之中，刘夫人总觉得有一双眼睛在死死盯着她看。刘夫人心有余悸地拍了拍胸口，见翠柳一脸担忧地看着她，刘夫人只好叹道：“今天不知怎么回事，总觉得有人一直盯着我，盯得我脊背发凉。可我回过头去，却什么也看不到。翠柳啊，你说我是不是这上了什么脏东西？”刘夫人的一番话，却是让翠柳扑哧笑出了声。夫人说笑了，这世上哪有妖魔鬼怪之说，都是自己吓自己罢了。有句话说得好，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。夫人这般美丽善良，定是不会害怕这些才对。翠柳话音落下，刘夫人不知想到了什么，眼神有些飘忽，不过却是转瞬即逝。很快的，刘夫人便露出了笑容：“是啊，没错，身正不怕影子歪，许是夫人近来累了。其实翠柳进门之前就听说过夫人貌美，就连翠柳都想一睹芳容，便特地请最好的工匠打造了一面镜子，想要送给夫人您。”翠柳说着，十分谄媚地将一个巴掌大小的镜子从衣襟中拿了出来。刘夫人见过世面，自然是对一面镜子提不起兴趣，只是瞥了一眼，便准备收回目光。然而仅仅是这一眼，刘夫人便被这镜子吸引住了。镜子巴掌大小，背面还印刻着晦涩难懂的符文，和普通的铜镜不一样，这面镜子照出的人十分清晰。刘夫人拿起镜子望着自己，不禁看呆了。刘夫人从未这般清楚地看过自己，相比之前自己的铜镜，这个镜子里的自己简直太美了，而这镜子也仿佛有一种魔力一般，吸引着刘夫人的视线。刘夫人对翠柳送的镜子爱不释手，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拿出来照一下，久而久之，她便再也离不开这面镜子了。不过很快的，一件离奇的事件便发生了。一天夜里，刘老爷来到刘夫人房间，想要和刘夫人好好温存一下。然而刘夫人一直坐在镜子前不动，刘老爷好奇，便弯腰从身后抱住了刘夫人。刘夫人娇嗔道：“哎呀，老爷，别闹，你看这镜子里，我是不是特别好看？”刘老爷嘿嘿一笑：“我的夫人不止镜子里好看，怎么看都是个大美人儿。”说着，刘老爷便要凑近亲刘夫人一口。然而就在这个时候，刘老爷余光瞥到镜子映射出来的画面，却是一愣，紧接着他大叫一声，赶忙后退几步，险些摔倒在地。紧接着又不确定地再次将脸凑近镜子看去。刘老爷瞪大了双眼，扬手就要将这镜子摔了。刘夫人却是先他一步将镜子拿了起来。这镜子实在怪得很，因为镜子里只能看见刘夫人一个人，其他人却看不到。而且刘老爷还发现，镜子里的刘夫人和眼前的刘夫人大不相同。眼前的刘夫人扭过头来了，镜子里的刘夫人却还在盈盈笑着，仿佛镜里镜外有两个刘夫人一样。刘老爷脸色大变，说道：“这镜子不对劲，究竟是哪里来的？这个你就别管了，总之啊，别想打我镜子的歪主意。”刘夫人将头扭到一边，小心翼翼地将镜子再次摆在面前。这时候，刘老爷再看，奇怪的事情又发生了。先前镜子里还看不到自己，这时候自己的身影却又出现在镜子里了。
刘老爷拿起镜子翻来覆去的看了看，都没有发现任何端倪。想着方才或许是自己眼花了，刘老爷便放下心来，抱着刘夫人就亲热了起来。夜里的时候，刘夫人从梦中惊醒，一摸身边早就没了刘老爷的影子。刘夫人翻了个身，准备继续睡，可却怎么也睡不着了。先前被人盯着的感觉又来了。刘夫人悄悄睁开眼，紧张地向四周望去。突然，她看到有一抹绿光在床前闪烁着。刘夫人定睛一看，这绿光不是别的，而是一双绿油油的眼睛。刘夫人吓得不敢动，死死盯着那双眼的方向，而那双眼似是察觉到刘夫人的目光，微微眯了眯，就朝着刘夫人迎了过来。刘夫人吓得大叫一声，慌忙将自己蒙在了被子里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刘夫人见屋子里没动静，这才敢露出头来。只见那双眼睛从刘夫人面前掠过，径直朝着镜子飞了过去，紧接着便和镜子融为了一体。刘夫人震惊地望着眼前的一幕，屋子里再次恢复了平静。刘夫人小心翼翼地走到镜子前看了又看，怎么也找不到刚刚的那双眼睛。就在刘夫人疑心要将镜子放下来的时候，镜子忽然升起了黑雾，紧接着镜子里就出现了一个人的身影。刘夫人下意识地朝身后望了望，身后没有人，可镜子里那人却离刘夫人越来越近。待那人走近一看，刘夫人这才发现，镜子里那张脸竟然是翠柳。你怎么在这里？刘夫人颤颤巍巍地说道。镜子里的人没有说话，却见那人从翠柳的脸缓缓变成了刘夫人的面孔。镜中人盈盈笑道：刘夫人，虽然你貌美，但想必你在家中过得并不舒畅，丈夫的花心和妾室的聒噪都让你分外难安，对吗？刘夫人一开始还有点害怕，但见此人仅仅在镜中显现，并不能威胁自己什么，便冷笑一声说道：是又怎么样？我可以帮助你排除困难，让你不再有这些烦恼，只要你答应我一个条件，如何？镜中人笑道。刘夫人有些动心，但没有直接答应，而是问道：什么条件？条件不高，只需要你每天我镜子上滴一滴血就可以，这个交易你看如何？镜中人谄媚一笑，那张脸和刘夫人一模一样，仿佛有一种魔力一样，吸引着刘夫人点了点头。刘夫人心想，不过就是一滴血，倘若这样做了，真的能将那些烦人的妾室解决了的话，那么这并不算什么难事。就这样，刘夫人一天一滴血放在镜子上，而那些妾室就像着了魔一样，纷纷闹着离开了刘府。到最后就剩下翠柳一人还在。不过在刘夫人看来，翠柳并不算威胁，可刘夫人却发现刘老爷的目光不再在她身上停留，而是放在了翠柳身上。刘夫人不免有些气愤，自己生的这般貌美，她翠柳怎么比得上？刘老爷这是瞎了眼才看得上翠柳，但事实上刘老爷确实是瞎了眼，对刘夫人一改从前视而不见的态度让刘夫人崩溃不已。这天夜里，刘夫人在镜子上滴了一滴血后，镜中人便浮现了出来。刘夫人说：我现在看那个翠柳也十分不顺眼，你为何不将她一起除掉？镜中人却毫不在意地说：你也说了，不过是区区一个丑女人，如何跟你比？那翠柳我也看了，确实比不过你，但是呢，你若想除掉翠柳，也不是没有办法，就看你愿不愿意这样去做了。刘夫人眼睛一亮，连忙问道：什么方法？换上翠柳的衣服，让翠柳再穿上你的衣服，这样你们两个换过来，刘老爷的心也不就回到了你身上？镜中人说道。刘夫人虽不知镜中人为何要她这样做，但看在先前如此成功的份上，刘夫人便信了。第二天一早便偷偷溜进翠柳的房间，将自己的衣服和她的衣服换了过来。
说起来也是奇怪，刘夫人将翠柳的衣服穿上之后，刘老爷子眼中就看到了她，虽然不似从前那般宠溺，可这也让刘夫人心中升起了一丝希望。然而当刘夫人夜里照镜子的时候，却赫然发现自己的脸竟然变成了翠柳的面容，而翠柳则是变成了自己的模样。刘夫人大吃一惊，慌忙来到镜子面前询问，可镜中人却再也没有出现过。刘夫人不知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，以为是自己穿上翠柳衣服的缘故，但是无论衣服她是脱下还是穿上，自己的脸再也回不到从前了。就这样，刘夫人在镜中人的蛊惑下，一步步将自己和翠柳互换了身份。如今刘夫人发现端倪，却是为时已晚。刘夫人如梦初醒，这面镜子是翠柳给的，而翠柳现在受益，后来者居上了。难道说这一切都是翠柳打的好算盘？刘夫人越想越不对劲，望着镜子里已经变成翠柳的自己，刘夫人心中生寒。听闻有一老道士云游至此，刘夫人赶忙带着镜子前去。刘夫人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老道士。老道士接过镜子，脸色不禁一变，再看背后的符文，不禁惊道：“降心咒，你这镜子不对劲，如今镜妖已经达到了目的，想必不出3天你便会病入膏肓，到那个时候神仙都救不了你。刘夫人，见你并没有做过伤天害理之事，有一方法老夫告诉你，遇见翠柳的时候，把镜子摔碎，一切就恢复平常了。但你要记住，不要再去照镜子了。”刘夫人赶忙频频点头，准备回去找翠柳算账。然而还没到房前，刘夫人便听到了一阵窸窸窣窣的谈话声，是刘老爷和翠柳窃窃私语的声音，其中还夹杂着翠柳娇嗔之声。刘夫人捏紧了拳头，却不敢打草惊蛇，而是戳开窗户指向屋中望了过去。这一看，刘夫人差点惊叫出声，屋中哪里有翠柳的身影？分明只有刘老爷一人，而刘老爷此时此刻对着空气说话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他明明听到了翠柳的声音，为何却看不到他的人？刘夫人想到这里，下意识看了一眼手中的镜子，虽然看不到翠柳的身影，但刘夫人感觉翠柳就在这附近。当即刘夫人不敢再耽搁，手上一扬，便要将镜子摔碎。镜中人似是察觉到危险，赶忙急声说道：“刘夫人慢着，你想达到的目的，本镜妖都助你实现了，如今你这般做，莫不是要过河拆桥？夫人，你还想做什么？本镜妖一定会帮你实现。”刘夫人却是冷笑一声说道：“不用了，我不会再相信你了。”说着话，手中镜子摔碎，顿时一阵撕心裂肺的声音传来。与此同时，房间里也渐渐显现出翠柳的身影。再见到翠柳，她浑身已是伤痕累累，破碎不堪，和镜子的下场一模一样。翠柳呵呵笑着，没想到还是被你发现了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我自认为你进刘家以来，我并没有刁难过你。刘夫人问。刘夫人，你可还记得我说的那句话，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？刘夫人心中若是无鬼，怎会被利用？也是，想来刘夫人高贵，怕是早就把当年的事情忘了。那翠柳就提醒你一下。翠柳说着，面上的皮肤就像碎裂的镜子一样，慢慢掉落，露出了一张神似刘夫人的面孔。见到这张脸，刘夫人不禁一怔：“你是妹妹？”翠柳勾唇一笑：“是啊，我的好姐姐。当年家乡遭遇泥石流，只有我们2个逃了出来。我们躲进一处山洞之中，后来到山洞之中的人越来越多，我们遇到了一伙歹人。我奋力上前保护姐姐你，可姐姐呢，却是趁乱逃了出去，将我一人留在了那里。姐姐，你知道那几日我是如何度过的吗？所以我恨你。可随着时间流逝，我发现我没有那么恨了。”就在这个时候，
刘老爷出现了。我发现所谓的刘夫人，正是当年逃走的姐姐啊。姐姐过着滋润的生活，而我却在坊里做着歌女。我心中不甘，便和靖妖结了契约，引你上钩。可天公不作美，不知道为什么老天爷要这般对我？为什么你每一次都能顺利逃过劫难？为什么？翠柳说到这里，双眸通红，看着刘夫人的目光狠厉无比。而刘夫人却是无奈笑道：“翠柳啊，你误会了。当年我和那帮劫匪说好，只要我答应他们的要求，他们就会放过你，所以我被送去了坊里。而你留在山洞之中，果然还是我太傻，竟然轻信了坏人的谗言，才让你我姐妹二人误会至今，造就了如今的悲剧。翠柳，别再执迷不悟了。”翠柳瘫坐在地，哈哈大笑起来。原来一切都是她的误会，不过也正是这一场误会，让姐妹二人再次相聚。靖妖被除掉，翠柳和刘夫人虽然都受了伤，但在老道士的精心调养之下，也渐渐恢复了。而刘夫人有意让翠柳留在自己身边，翠柳则是拒绝了刘夫人的好意，后来再遇良人。而刘老爷也改过自新，姐妹二人终于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。说在最后，世上并没有十全十美之人。刘夫人虽然善妒，但却在关键时刻舍身救了妹妹，也正是因为当年的善意，才救了刘夫人一命。而刘夫人之所以善妒，其实跟她的经历也脱不了关系。好不容易跟着刘老爷过上了好日子，却有了那么多的竞争对手。俗话说得好，女为悦己者容。但刘夫人爱美，一方面是为了自己，更大的一方面却是为了讨好刘老爷，保留自己在家里的地位。而靖妖正是利用刘夫人这样的心理，才一步步诱其上钩，差点害了刘夫人。再看翠柳，翠柳和刘夫人本是姐妹，因一个误会，差点酿成大祸。如此看来，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们做事不能冲动，凡事都要三思而后行，一步错，步步错。做事也要有自己的主见，不能一味只听他人言，否则只会害人又害己。今天的最后一个故事，男子住店，察觉伙计虎口生茧，伙计说：“躲在床下别出声。”明朝年间，和府上下喜气洋洋，到处张灯结彩，前来宾客络绎不绝。彼时正是和府大小节生辰，和府老爷一向最疼爱这位掌上明珠。如今和庆芳28年纪，正是大好年华，和老爷为他办此次生日宴，一方面表现出自己的爱，另一方面则有意挑选未来家婿。城中各家公子自是知晓和老爷的心意，纷纷精心准备一番，有意在何家好好表现一下。虽说这几位贵公子在城里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但何家在城中地位举足轻重，无论是什么人跟何家攀上了关系，都是有利无弊的事情。再加上何庆芳生的貌美，又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才女，就算出自普通人家，何庆芳这般模样和出众的才华，同样是块香饽饽。不过凡事有利有弊，何家风头这般猛烈，除了吹捧何家的，嫉妒何家的也大有人在。说起何庆芳，他自己心中也有所数。他拿起先前心上人送给自己的定情信物，捧在手心里亲了又亲。此物不是别的，正是一个看起来憨态可掬的小沙弥。何庆芳盈盈笑着，全然不知一场大难将要来临。何庆芳在闺房中精心打扮着，好一会儿，何庆芳十分满意地望着镜子里的自己，这才不紧不慢地出了门。然而她刚刚出门，脑袋便传来一阵眩晕感。何庆芳扶着额头摇摇欲坠，口中喃喃叫着贴身丫鬟的名字，可却不知那丫鬟跑到哪里去了。无论何庆芳怎么呼唤，都没有动静。没办法，何庆芳忍着额头传来的剧痛，只好独自回了房，随即摇摇晃晃的便倒在床榻之上，
不一会儿，枕边不知何时传来一股奇特的香气。何庆芳闻着香味儿，意识越来越模糊。迷糊之间，何庆芳感到屋里好似多了一个人。那人缓缓向何庆芳靠近着。堂中众人兴致勃勃来到何家，可都过了晌午，生日宴都开始了，大家都没有看到正主，不禁暗自交头接耳起来。有人猜疑是何老爷在故弄玄虚，亦有人猜测这位何小姐平日里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，没见过这样的大场面，一时间害了羞躲起来了。不过这时候，不仅是堂中的宾客着急，就连何老爷也摸不清究竟是什么情况。何老爷面上带着笑容，一边向众人解释着情况，一边将身边的小丫鬟叫过来，低声吩咐道：“去看看小姐怎么还没有出来。”小丫鬟听令前去，不一会儿，竟传来一阵惊叫之声。何老爷脸色大变，闻声前去，却见何进芳闺房门大开，而自己一向疼爱的女儿正趴在地上，头发凌乱，衣衫不整，哭泣着。何老爷见状，气得大拍桌子，怒喝道：“谁干的？”小丫鬟摇摇头说道：“老爷，奴婢也不知道。老爷让奴婢过来的时候，小姐她已经……”何老爷沉着脸看向何庆芳，恨铁不成钢地说道：“闺女儿啊，你告诉爹爹到底是谁？虽说你今年16了，但自小爹娘就教导你要懂得洁身自好，可你却……”何老爷唉声叹气，何庆芳却已经泣不成声。想起刚刚发生的事情，何庆芳也有些后怕。如今他还未出阁，却失了身子，这样的事情，别说是何老爷，他自己也无法接受。何庆芳已经吓得六神无主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旁的小丫鬟颤颤巍巍地开口说道：“老爷，去官府报案吧。”“不可，万万不可！报了案，人尽皆知，到时候芳儿的名誉就毁了。再说了，芳儿的叔父便是知府，这事儿交给他便是。现在去堂中把何知府叫来，路上若有人问起芳儿的下落，你就说芳儿不舒服，睡下了。”何老爷小心叮嘱着，见小丫鬟点头离去，这才扭头对何庆芳又说道：“芳儿啊，听爹的，先把衣服穿好，一会儿将事情的前因后果都告诉你叔父，让他替你讨回公道。”父女俩正说着话，那边何知府就在小丫鬟的带领下匆匆赶了过来。何知府走得气喘吁吁，额头上更是密密麻麻布满了汗水。何知府朝着何老爷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大哥。”小丫鬟支支吾吾说不清楚，你告诉我，芳儿究竟发生了什么？何老爷叹了口气，偏头看了一眼身边的何庆芳，这才将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何知府。听闻此事，何知府不禁蹙了蹙眉。既然如此，那贼人定还在府上。自从生日宴开始，整个何府上下严防死守，一般人根本走不出去，而又能逃过众人目光走进芳儿房间里的，不是熟人就是有些本事。说着话，众人就见不远处走来一陌生的身影。何老爷抬头望去，就见有一身穿破袈裟，手中还拿着一壶酒的脏和尚摇摇晃晃走了过来。何老爷确信从未见过此人，更没有邀请这么一个和尚来参加何庆芳的生日宴。然而身旁的何知府看到此人，却是脸色大变。只见他迎上前，一把揪住那脏和尚的衣领，质问道：“你怎么在这里？”脏和尚呵呵笑道：“自然是来化缘的。怎么，何知府连和尚吃饭都要管不成？”何知府却是抓住脏和尚的手腕不肯放开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何庆芳不知看到了什么，他吓得惊叫一声。何老爷和何知府闻声顺着何庆芳手指的方向看过去，就见脏和尚口袋之中竟塞着一个女人的肚兜。这肚兜不是别人的，正是何庆芳的贴身衣物。何老爷看着脏和尚一脸愠怒，紧握双拳，好似下一秒就要打上去一样。你这和尚不守规矩，竟做出这样的事情来！二弟，快把此人抓起来，好好审问一番，
一定要给方儿出一口恶气。臧和尚听到何老爷这番话，赶忙摆摆手说道：“何老爷言重了，出家人不打诳语。何小姐身上的事儿真不是我做的。我和尚虽然好酒好肉，但却不做违背道德之事。”何知府却是冷笑一声说道：“你做过违背道德的事情还少吗？频频偷窃，更是常常出入烟花之地，你还狡辩今日之事不是你所为。”臧和尚还要解释些什么，何知府却是生拉硬拽地将臧和尚带离了何府。临走前，臧和尚频频回望何沁芳，口中不断念叨着莫要听信他人谗言。然而何沁芳此时正在悲痛之中，根本没有听到臧和尚的话。他在何老爷的安慰下回到了屋中，一场好好的生日宴也就此结束了。何沁芳躲在屋中抱着小沙弥哭着，他望着小沙弥面上憨态可掬的笑容，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。虽说现在还没有人知晓他身上发生的事情，可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，这事儿早晚也会被人知道的。若是让心上人知道了，该怎么办？他若是知道了，他们二人还会有以后吗？正胡思乱想着，门外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。何沁芳抹去脸上的泪水，探头问道：“谁在外面？”好一会儿，门外都没有人声传来，可透过窗外的影子，何沁芳却察觉到门外站着的是个男人。何沁芳有些害怕，经过刚刚事情的发生，她不得不防备一些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小丫鬟的声音从门外传来：“小姐，是赵公子。”何沁芳心中一喜，赶忙开了门，但见眼前之人面带担忧之色，何沁芳不由得变红了眼。这赵公子不是别人，正是何沁芳的心上人。赵公子虽然不是出身名家，更不会说话，但却心思单纯，一心一意对何沁芳好。何沁芳正是看中了他这一点，才死心塌地地爱着他。奈何何老爷一心想要何沁芳嫁给门当户对之人，始终不肯答应二人的事情。赵公子咿咿呀呀比划着，何沁芳看懂了他的意思，自己今日没有出现，让他十分担心，这才躲过众人前来看望何沁芳。此时见到何沁芳并无大碍，赵公子也不禁松了口气。他将何沁芳拥入怀中，二人温存了好一会儿，直到小丫鬟来报信，俩人这才依依不舍地分开。临别之际，赵公子拿出自己和何沁芳一模一样的小沙弥，放在唇边亲了亲。何沁芳面色一红，也拿起小沙弥亲了一下。望着赵公子渐渐远去的背影，何沁芳又忍不住掉下了眼泪。一滴滴泪水落在小沙弥脸上，何沁芳却不知，那些泪水通通被小沙弥吸走。随着一团黑气萦绕，一个身穿灰袍的僧人突然出现在何沁芳面前。这僧人面容俊朗，何沁芳呆呆望着他，心中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熟悉感。面前的僧人竟和赵公子长得一模一样。何沁芳大惊，正要大喊的时候，那僧人却捂住了他的嘴。随即僧人缓缓开口说道：“不要怕，我是小沙弥中的灵，是赵公子让我来保护你的。先前你被那臧和尚欺负，奈何我比不过臧和尚，害你失了身子。但现在最重要的不是伤心难过，既然要严惩恶人，你就要学会忍气吞声。听我的，将你贴身衣物拿出来烧掉，欺负你的恶人便再也不会来欺负你了。”僧人的话宛若催眠一般，指使着何沁芳。何沁芳呆愣地按照僧人所言去做，将自己的一件贴身衣物烧为灰烬。与此同时，盘坐在大牢之中的臧和尚猛咳一声，紧接着一口鲜血喷涌而出。臧和尚抹去鲜血，猛然睁开双眸，顿时一道金光迸出，面前出现了僧人那张得意洋洋的面孔。且说自从被僧人点拨之后，何沁芳便渐渐恢复了正常的生活，先前发生的事情也逐渐忘却。只是他全然不知，
何家下人看他的眼神越来越奇怪，更是有不少人在背后对何庆芳议论纷纷。很快，下人们异样的行为便被何老爷察觉。何老爷询问何庆芳的贴身丫鬟究竟发生了何事，小丫鬟支支吾吾好久，这才将事情的真相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何老爷。原来每天夜里，何庆芳屋中都会发出阵阵喊叫之声，懂得人都明白何庆芳在屋中做什么。有一次，小丫鬟旁敲侧击地问了问何庆芳，却发现何庆芳对于晚上发生的事情根本一无所知。何老爷心中有意，这天夜里他跟着小丫鬟一同在何庆芳屋外听着。一开始屋子里静悄悄的，到了后半夜的时候，里面便传来一阵不和谐的声音。何老爷一下子就黑了脸，他偏头看向身边的小丫鬟，吩咐道：“你去房里看看，和小姐厮混的究竟是什么人？”小丫鬟应了一声，赶忙匆匆走上前，捅破窗户指望了过去。然而下一瞬，她却捂住嘴，像个受惊的兔子跑了回来。在屋中，小丫鬟并没有看到第二个人，唯有何庆芳一人在屋中。可不知为何，小丫鬟总觉得在何庆芳身边还有一个人存在，但她却完全看不到那个人。小丫鬟将自己看到的通通告诉了何老爷。何老爷心中一时一惊，以为先前的臧和尚逃脱，又回来对自己女儿图谋不轨了。何老爷连夜给何知府捎了封信，心中询问臧和尚一事，又将发生在何庆芳身上的事情大致告诉了何知府听。然而没过几天，何老爷得到的消息却是臧和尚仍在大牢之中。那待在何庆芳房间里的男人又是谁？何老爷忧心忡忡，另一边的何知府更是紧锁眉头。一开始他以为就是臧和尚所为，毕竟何庆芳的贴身衣物在臧和尚这里，再加上臧和尚本就无视戒律，何知府以为自己断定没错。但现如今发生的事情，却让何知府感到一阵毛骨悚然。这天夜里，何知府来到牢中，见臧和尚好端端在里面盘坐着，嘴角还有着一丝未干涸的血迹。虽然不知臧和尚嘴角的血迹究竟从何而来，但何知府经过询问，这么多天以来，臧和尚一直坐在这里不吃也不喝，更是没有动过位置。许是听到何知府来了，臧和尚缓缓睁开双眼，还没等何知府开口，臧和尚便忽然开口说道：“何小姐出事了。”何知府大惊：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臧和尚拿出先前拿进来的何庆芳的贴身衣物，放在何知府面前。何知府这才震惊地发现，这衣服好端端的进来，此时此刻竟变得这般不堪。臧和尚说道：“何小姐身边藏着一个人，那个人对她图谋不轨，不知此人何知府可认的。”臧和尚说着，便将地上的草席拨开，露出了地面。何知府顺着臧和尚的视线望过去，只见地面上有着一副用土画出来的面孔，只是这人好生熟悉。何知府不知想到了什么，他微微瞪大双眼，惊道：“这不是赵公子吗？”“赵公子是何人？”臧和尚问。“是芳儿的心仪对象，是个老实巴交的人，更何况这人还不会说话。你说他对芳儿图谋不轨，我坚决不会相信。只是据我所知，你应该从未见过赵公子，可你又是如何画出这张脸的？”何知府诧异地问道。臧和尚闭了闭眼，何知府是一位好官没错，但有些时候眼见不一定为实。我臧和尚虽然好酒肉，但并不是贪色之辈，先前出入风月场也事出有因。但那赵公子看似老实巴交，但内心如何，谁也说不透。何知府要想摸清事情的真相，不如打探一下这位赵公子的行踪，到时候你便知道其中真相了。何知府后知后觉，现如今虽不知欺负何庆芳的究竟是何人，但最起码臧和尚已经摆脱了嫌疑。何知府将臧和尚释放，
自己则是找到赵公子的住处，小心翼翼地观察了起来。一开始，何知府并没有发现赵公子有任何异样，每天居家看书，也很少接触什么人。但渐渐的，何知府便发现了一个规律：每隔3日，赵公子都会出家门，来到一处偏僻的酒楼，随后不出2炷香的时间，就又走出来。何知府察觉不妙，这天他先赵公子一步来到那酒楼之中。他本想打探一下赵公子的消息，可一进门就被店小二迎到了楼上某处房前。何知府不知店小二为何要这样做，但他定睛一看，这才发现，在店小二手虎口的位置有一块厚厚的茧。何知府下意识抬头一看，这才发觉面前此人十分熟悉，不看头发光看脸，此人不是臧和尚又是谁？臧和尚做了个噤声的手势，朝着屋子里指了指，低声说道：“一会儿进去后，躲在床底下，别出声。床底被我动了手脚，一般人不会发现你。”何知府被臧和尚推进门，他环视四周，见此地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客房罢了。不知赵公子每隔3日前来，究竟所为何事？正胡思乱想着，门外忽然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声响。何知府屏住呼吸，赶忙弯腰钻到了床底。不一会儿，房间门被推开，何知府就见赵公子悄悄走了进来。只有他一人吗？何知府看不全貌，只见到赵公子不断在屋中徘徊。片刻之后，一团黑雾从屋外飞了进来，紧接着那团黑雾渐渐幻化为人，出现在何知府眼前。待那团黑雾站稳身形，就听到赵公子开口说道：“事情发展的如何？”何知府大惊，先前在何府他见过这位赵公子，他明明记得这位赵公子不会讲话，想要表达什么都要靠肢体语言才行。可是为什么现在这赵公子又可以了？忍着心中的猜忌，何知府再次竖起耳朵听了起来。黑雾人轻声笑道：“小妮子已经开始信任我了，我说的话他都听，想必过不了多久，我们的计划就会成功。”赵公子点头道：“到那时候何家落魄，我赵家趁机而入，到那时候我们便是共赢的关系。你看上的女人也定会心甘情愿地跟着你走。对了，东西带来了没有？”话音落下，就见黑雾将一张房契递给了赵公子。赵公子接过来一看，瞬间便露出了一抹笑容。他拍了拍黑雾人的肩膀，说道：“做得好，有了这个，我们就事半功倍了。”躲在床下的何知府暗自捏紧了拳头。原来这赵公子一直以来都在装疯卖傻，所谓对何沁芳情深意重，不过是另有所图。赵公子和这位神秘人物里应外合，偷走了何家房契，目的就是为了将何家毁了。如此心机之人，真是让人恨得牙根痒痒。何知府气不过，趁着二人不备之际，猛然从床底钻了出来，一把扼住了赵公子的手腕，恶狠狠地说道：“好啊，你姓赵的小子，早就知道你没安好心，没想到你心竟如此恶毒。亏芳儿对你一片痴情，你却这般对她。”赵公子亦是始料未及，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，好一会儿他才将手中房契递给黑雾人，说道：“妖僧快跑！我看你能跑到哪里去？妖僧还没逃走，另一边臧和尚就已经闯了进来。趁着妖僧幻化黑雾之前，臧和尚顺势将手中瓷瓶一晃，黑雾便不受控制地被吸了进去，而那张被妖僧紧紧握着的房契也顺势落在了地上。此时此刻真相大白，赵公子有意接触何沁芳，目的就是为了将何家资产据为己有，而那所谓泥塑的小沙弥，不过是妖僧的藏身之处。赵公子一手好牌打出，却没料到这妖僧贪色，暴露了自己，同时也坏了他周全的计划。赵公子锒铛入狱，而何沁芳在臧和尚的帮助下修复了身心，最后在何老爷精挑细选之下，觅得一郎君。臧和尚拜别之际，
何知府特地追出去，向他表示歉意。臧和尚却是摆手说道：“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，还望日后何知府稍加谨慎啊。”臧和尚挥挥手，转身离去。夕阳西下，臧和尚的身影虽然渐行渐远，但在何知府心中却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听到这了。如果您想发表自己的看法，可以在视频下方随意留言。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订阅加分享。小鹿祝您好运连连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